印度一年2次火箭发射失败，中国一次性提交20.3万颗卫星的平轨资源申请。2026年开年，全球航天界已经开始卷起来了。1月12日，就在印度航天局火箭一年内2次发射失败，印度工程师们因为 PSLV 火箭第3级故障，痛失16颗卫星而扼腕叹息时，中国已经通过新成立的无线电创新院及其他实体，向国际电信联盟 ITU 提交了总计超过20.3万颗卫星的平轨资源申请。20万颗是什么概念？要知道这一数字超越了人类航天史发射卫星总数的总和，其实质并非单纯的商业计划，而是基于全球太空竞赛的轨道圈地运动。中国正在利用 ITU 先到先得的规则，构建针对美国太空霸权的非对称防御壁垒。2026年1月12日，印度被寄予厚望的 PSLV-462 运载火箭在升空后遭遇致命故障。该任务原计划将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的高光谱侦察卫星 EOS-N 及15颗商业卫星送入太阳同步轨道。然而，任务在火箭第3级工作期间出现异常，导致推力丧失，火箭未能达到入轨速度，最终坠毁。这并非印度火箭发射失败的孤立事件。8个月前的2025年5月 ，PSLV-461 任务同样因为第3级发动机的类似压力故障，导致 EOS-09 卫星未能入轨。PSLV 作为印度航天的劳模火箭，曾在过去30年保持了极高的成功率，但在1年内连续2次在同一子系统上出现致命故障，揭示了印度更为深层的工业危机。在首撮火箭时代，印度空间研究组织 ISRO 可以确保每一枚火箭的精雕细琢，但在今天，为了追赶商业发射的订单需求， ISRO 不得不加快生产节奏，但为了扩大产能而忽视品质控制，或许是印度当下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此次失败不仅是技术的挫折，更是印度商业航天野心的重创。任务的承接方兴太空印度作为 ISRO 的商业臂膀，原本试图通过 PSLV 的高性价比来争夺全球小卫星发射市场，但1年2次发射失败，对于搭载客户而言，后果是灾难性的。它可能意味着产品迭代周期的断裂和投资回报的无限期推迟。在商业航天时代，客户的核心诉求已从价格敏感转向时间敏感。SpaceX 之所以能垄断市场，不仅因为便宜，更因为其能像快递一样准时。印度火箭发射的低成功率，在面对 SpaceX 的量产可靠性时，根本不是一个级别。而当客户无法确定火箭下一次是否会再次爆炸时，保费的飙升将彻底抹平 PSLV 的价格优势。此前，印度政府雄心勃勃地制定了2035年建立婆罗多空间站和2040年载人登月的计划。然而 PSLV 的连续失败暴露了印度航天工业基础的薄弱，印度航天陷入了中等技术陷阱。其现有的 PSLV-GSLV 体系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技术范式，为了维持这些老旧型号的运转， ISRO 消耗了大量的工程资源，导致像新一代液氧甲烷可复用火箭转型的资源被挤占。此次失败对印度是一个提醒，如果连最成熟的 PSLV 都无法保证流水线式的质量稳定性，那么更复杂的载人登月系统将面临更加无法控制的风险。印度的失败本质上是科研思维主导的航天体系在试图强行适应工业化量产要求时发生的排异反应。当世界还在消化印度发射失败的新闻时，中国在 ITU 的一系列操作震惊了全球航天界。根据 ITU 官网及相关媒体披露，中国在2025年最后一周提交了多个卫星星座的平轨申请，总数超过20万颗，其中超过19万颗卫星来自近期刚刚成立的无线电创新院。这是一个令人啧舌的数字，我们可以对比一下。SpaceX 的星链截至2026年初在轨约9000颗，规划总数 4.2 万颗，而自1957年以来，人类发射的卫星总数不过数万颗。中国的一次申请是人类过去70年航天活动总和的数倍，这显然不能用简单的商业计划来解释，这是一场国家层面的竞赛。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这个刚刚成立的无线电创新院。根据公开资料，该研究院于2025年12月30日在雄安新区正式注册，股东全是国家队的，包括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以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其实这个研究院不是来造卫星的，而是来占坑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频谱银行或资产持有平台。在中国大力发展航天的国家战略下，无线电创新院先利用 ITU 规则将频谱和轨道位置圈下来，随后这些资源可以被分拆、租赁或转移给具体的实施主体。因为 ITU 的规则核心是先到先得，一旦申请文件被 ITU 受理并进入主频率登记表，申请国就拥有了该频段和轨道位置的优先使用权，前提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首发，并按阶段性要求完成部署。通过申请20万颗卫星，中国实际上是在关键频段上划定了一个巨大的排他区，任何后续想要进入这些频段的西方星座都必须与中国进行复杂的频率协调。如果协调不成，中国拥有优先权，这在法理上为 SpaceX 的无限制扩张设置了天花板。另外，根据2019世界无线电通信大会第35号决议，申请方需在第9年部署 10% 的卫星，第12年部署 50%， 第14年部署 100%。 按照这个规定，中国并不需要真的发射20万颗卫星，只要在2034年左右发射 10%， 也就是2万颗，就能保住这20万颗的权益。这2万颗的规模虽然巨大，但对于拥有强大工业能力的中国来说，并非不可企及。咱们先锁定20万颗的权利，未来再根据需求和能力慢慢行权，因为如果现在不申请，未来低轨空间如果被 SpaceX 彻底填满，中国将无路可走。
不过，要支撑20万颗的愿景，或者哪怕是10%的2万颗，依靠一次性火箭在经济上是不可持续的。因此，2026年被视为中国航天的技术突围年，核心看点在于液体可复用火箭的实质性突破。与此同时，现在市场普遍认为，2026年将成为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加速发展的元年。根据中国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报告2025显示，2025年中国商业航天产业规模已达到2.5万亿元至2.8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20% 以上，商业航天企业数量达到600家以上。接下来几年，商业航天绝对会是一个超级大热门的赛道。20.3万颗的申请是倒逼机制，迫使产业链上下游必须在2026至2027年实现技术闭环。既然谈了中印航天，那就不得不说美国，尤其是 SpaceX。2025年 SpaceX 完成了165次轨道发射，这意味着平均每 2.2 天就有一枚猎鹰火箭升空，给人感觉这已经不是航天业，而是物流业。SpaceX 将航天发射从探险变成了班车，这种高频次发射带来的规模效应，使得 SpaceX 的边际成本极低，猎鹰9号的一级助推器复用次数已突破20次，这让它在成本上对所有竞争对手构成了降维打击。更可怕的威胁在于星舰，2026年星舰预计将进入常态化飞行测试甚至运营阶段。马斯克的目标是将发射成本压低至$100每千克。SpaceX 真正的恐怖之处不在于垄断，而在于它正在物理上重塑太空环境。如果星舰成功， SpaceX 每年可以将数万吨物资送入轨道，而中国20万颗卫星的申请，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 SpaceX 把低轨空间填满。如果中国不能在星舰完全成熟前建立起自己的轨道资产，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说这是一场中美之间的时间赛跑。对于中国而言，挑战才刚刚开始，申请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在于可复用火箭等航天技术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